乐是一座迷人的古城，这里有欧洲的古堡、地道的英伦下午茶、守护几百年的灯塔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切的美好和优雅，竟然都在我住进酒店的那一刻起戛然而止。照片上很美，我还很期待了一下。从本托塔继续南下，1个多小时的车程就来到了古城加勒。走在加勒的街道，这座历经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几百年殖民统治的古城，好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漫步。400多年历史的欧洲古堡建筑随处可见。阿曼加拉是阿曼旗下的顶奢酒店，这是荷兰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。这里有斯里兰卡最正宗的锡兰红茶下午茶。在斯里兰卡第一次喝到锡兰红茶，非常惊讶。它的口感比我以前喝过的都要厚重，单宁的涩感非常强，茶香浓郁，口味醇厚。这个惊奇就好像是我第一次喝到 espresso， 很苦，但是很香，一喝就爱上。搭配的 scone 香甜松软，做得非常好。据说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先放奶油还是先放果酱的争议。你在斯里兰卡看到的红红的果酱，多半都是甜菜根酱。第2杯茶汤更浓，非常适合加奶，做成香醇的奶茶。古堡中的下午茶，成为我旅途中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开箱一下今天的酒店，这是大堂吧。酒店官网上的照片非常美，我的期待值还是很高的。这个酒店一进来感觉不太好啊，果然是啊。照片上很美，我还很期待了一下，这里边好小，感觉真是个小小的房间。我订的还是比较高一点档次的房间，就这么小了，他难道没有给错我房间吗？而且感觉这里边好像很旧哇，完全不是我看到的照片上那么漂亮，让我期待的样子，这个有点失望啊。我订的是海景房，带阳台的，这个阳台比我昨天的那个阳台可小太多了，这个感觉有点失败啊，这个酒店。我觉得有点吵呀，我就是不喜欢游泳池放音乐的酒店。果然是我白天的第一感没错。这个房间太老旧了 ，air conditioner doesn't work。我现在热到要中暑了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点钟了。我要求他们给我换房间，到现在也没来人。昨天半夜换房，因为
房间的空调不 work， 我热到我整个人头痛到根本都不能睡觉。换完了这个房间，海景也没了，变成了游泳池了。哎呀，我是一个晚上2点多才折腾完换房睡觉，然后早晨7点就有人来按我的门铃，告诉我今天可以给我再换一个房，要不要那么早来叫我？哎呦，现在整个我刚刚起床的头晕乎乎的，头发也乱七八糟的。Oh my gosh， 这个酒店的体验真的是太差了。又一次搬房间，一早晨已经搬了2次房间了。看看折腾了一晚上，换成什么样的房间了。Nice。昨天晚上一晚上加上今天一早晨的各种折腾，换来的是无敌海景房。哦，这阳台是真够大呀！从这边一直到这边。哎，本来我都绝望了，想这个酒店我都想要 check out 它了。总算让我最后可以能够住得舒服些。哎呀，折腾的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，总算消停了。我现在头嗡嗡的。昨天晚上差不多2点的时候换的房间吧，然后早晨7点他们竟然就来按门铃，我起不来哈，他按一次又一次，按一次又一次，按的我就最后不得不起床。哎呀，我说真的是这个起床气也来了。总之就一大早就不好了。昨天那个房间的空调呢，就是完全不 work， 风扇很大声，但是它就不治了，没办法就叫了维修。当时已经是晚上1点了，我实在是热的睡不了觉。维修过来呢，弄了3次，前后弄不好，我还有时差，坚持不住了哈，然后非常疲劳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给我换房间吧，不要再修了。哇，那个小男孩他就说他没有房间给我换，说你有没有 manager 在这儿，让你 manager 跟我讲。结果他一听说我要找 manager， 他就突然又有大床房给我了。然后这次去了 reception 呢，就是一个小女孩哈，一看就很有经验，马上就跟我道歉。然后他就说，我们的客人 check out 了之后，我一定就保证你一个 premium ocean view 的房间。结果我吃完早饭回来，他们经理来上班了，就听说了这个事情哈，这个经理就是立刻就说不用等了，马上就给我一个他们现有的房间。你知道这么大的酒店哈，它其实总归是有房间的，只是它有没有那个权限给你。经理一来了有权限了，可能直接就说马上开房间，就给我升级到现在这个房间，无敌海景哈。更搞笑的是，这个房间空调很凉。就刚才我把工人又叫来了，我冻得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只好又叫了空调的维修。这回阵仗很大呀，把房顶要拆了。我这房间的温度现在我估计顶多有15度，但是它面板上却显示我的房间有27度。我现在已经冻得我的衣服已经不够穿了，我需要羽绒服。我是从来没有住过 Radisson 这个酒店，挺意外的这个经历。跟那个经理哈，我就抱怨了一下，我说你这个员工他不懂得怎么样服务。然后这个酒店经理一听，他说非常抱歉，我送你一顿 lunch 或者 dinner。因为对 Radisson 酒店我不太了解嘛，我还特别上 AI 给我查了一下，我说
这个酒店是不是档次不够好？因为我真的是一进来就是各种失望哈。然后我给你们看看 AI 怎么说啊。我问 AI 说，丽笙这个连锁酒店是不是档次不高？然后 AI 说 Radisson 不是低端，但也不是高端顶级品牌，属于中高端，看起来高端，但体验不一定稳定。然后他总结了一下哈，说这个品牌最大的问题是一致性很差。Radisson 有很多酒店是加盟改造酒店，不是统一标准建造，所以会出现第一有的很好，第二有的很旧，第三有的管理一般，第四有的维护跟不上。你看我都坑全踩了哈，维护跟不上，我的空调有问题，有的很旧。哎呀，这个酒店真的很旧呀，就是旧到让人觉得不舒服，至少让我不舒服。而且它的网络超级慢，哎呀，我这白天拍的片儿回到酒店我都是要传到网盘上去的哈。昨天的片儿传到现在还没传完呢，看起来很高级，但住着很失望。是 AI 很会总结啊。所以他说你要是住 Radisson 你就去住 Radisson Collection。 这个大堂经理最后给我的对应，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抱怨的哈，但就是把我的这个踩坑经历分享给大家吧。总之也是旅行的一个参考。关了一会儿空调，这房间又热起来了，我要打开又会很冷，还好我带了几件保暖的衣服来。听到这空调的声音有多大了吧？就一直在一个噪音的环境里，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怕噪音的人。你看我这个保暖的衣服在酒店里就用上了。对付这个空调的噪音，我也有我的降噪耳机。我住在天堂一样的美景里，却过着灾难片的生活。怎么也没想到，在斯里兰卡最美的海边，我竟然要穿着抓绒衣避寒。好在下午的阳台阴影里不再燥热，让我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。Radisson 的海景很美，冰火两重天的体验也很难忘。斯里兰卡的酒店好像是开盲盒，不知道下一个会是惊喜还是惊吓。又停电了，没方向了。包了我的旅行，这里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故事。哇，幸亏我看到他们了，不然会扎到我的脚吧。